我记得他小时候啊，都不喜欢去学校的，因为他会经常被老师指责爱撒谎。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画画班，他投诉老师骚扰他，也闹过一场风波。画画班证实是他诬赖老师的，到了后来，月心也就不愿意去上画画课了。是，我就是有病。我从小到大害怕给男人碰，就干脆找一个男人结婚，证明自己是正常的，不可以啊？月心以前的绘画班，已经搬去很多年了。你记得那个时候他投诉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么久的事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姓黄的，画油画的。那你有黄老师的照片吗？又不是帅哥，说他的照片干嘛？他大概几岁？你还有印象吗？斯斯文文，当时应该是30岁左右吧。哎，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哦，没有干嘛啦。人到中年想学画画嘛。哼。嗨，你好，我儿子想要学油画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广告说你们的老师都超过30年经验了。哦，画油班吗？请再稍等，我让 Miss Xiu 出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是女老师啊？对呀，30年经验教画油画老师就是我们 Miss Xiu 了。啊，不急，我先拿一些资料，以后再带儿子过来。可以啊。黄老师再见。再见，记得把功课做好哦。谢谢黄老师。谢谢你啊，黄老师。下个星期再见。再见。我去送餐啦。你没事吧？喂，那个黄老师有教画画。哦，黄老师呢是我们美术坊的创办人，办户外活动才会带学生，平时都不带班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我相信你小时候没有撒谎。直觉告诉我，黄老师不是一个好人。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，在商场，你被阿龙追着，你拉上我，还撞到别人的东西，要付钱吗？同一天呢，我好像看过黄老师，当时我就怀疑他就是那个在女厕安装针孔摄像机的人。这关我什么事？我查到他在哪里教课了。那你去报警啊！跟我说干嘛？如果他侵犯过你，你应该报警的。你不要乱说！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被侵犯？你不要怕，我真的会帮你找证据的。不要说了，可以吗？为什么不要说啊？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心里，还影响到你的人生。如果你不要面对这件事，永远不会离开的。还有，你不是为了克服才嫁人的吗？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你。只要你想把那个家伙送去监牢里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或许以前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人，但现在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这就是他开的艺术坊，学生大多是小朋友。如果他也是商场女厕的偷拍狂的话，这么多年，他不止死心不改，他还变本加厉。30年过去，我相信受害者呢不止你一个。对不起啊，又忘记了。
不进去啊？都30年了，应该找不到证据。算了，我不想揭发他了。喂，顾月心，王老师，方便聊几句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30年前的朋友。 30年前，你们应该是小朋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你听我们说故事，我相信你就会记得了。我的美术坊就在前面，有话要说，可以到美术坊去说。好啊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你撒谎！就算你忘记你教过我画画，也不可能忘记你对我做过的事。30年前，你现在有证据吗？还是你是他的证人？30年前确实是有点太久之前的事了。不过相信天网恢恢。黄老师啊，这些作品都是你的啊？都是我画的，非卖品。我真的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画小朋友？难道有特殊的原因？我听说艺术品呢，会反映艺术家的心理层面。以你的画来推理，你肯定对小朋友特别感兴趣。来小黄美术坊的几乎都是小孩，他们是我的顾客，对顾客有兴趣是必须的。看来你们是知音啊，很可惜，我今天有点忙，不然我肯定带你们去欣赏我最新出炉的作品。这30多年来，我最得意的作品，灵感都来自小孩。黄老师啊，你在暗示什么？我没暗示什么，你想多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们去警局啊？为什么要去警局呢？质证清白啊！我很忙，没有时间应酬你们。如果你们想学画画的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这个人渣！你不要以为一句不记得就可以撇清关系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无法正常社交，
以前在学校，同学们都笑我是怪胎，我不敢交男朋友，我结了婚也不敢给老公碰，我背负阴影，活了30年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让我狼狈活了30年？月心，冷静点啊！喂，原来是神经病的，带你的朋友去看医生吧，不然画画也可以舒缓压力。想学的话，我可以破例收这个超龄的学生。Michelle，不要怕，老师帮你检查身体好不好？老师和你玩游戏好不好？老师跟你打勾勾好不好？嗯，乖，老师疼你。嗯。黄老师，我看到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小朋友？不好意思，请你们睡觉吗？我们有学生在上课。那是人渣！你们报警抓他！抓他！顶住气！抓他！报警抓他！放手！干什么鸡啊？我看到了，我要报警，我要他坐牢。喂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啊！喂，我们先想办法，要怎么挖证据再去对付他，好不好我不？要再等了，我等了30年。我要报警，叫丁亮抓人，他马上坐牢，我要他去死！冷静一点啊！你看到的只有我相信你啊！喂，可是我真的看到了，我真的看到了，你们要相信我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的看到了，那是这个时候。你们要相信我。相信我，会有办法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喝点水吧。好点了吗？你以前当警察的时候，有没有遇过抓不到坏人？警察也是人，也有办不到的事的啊。人不可能完美，这个我能接受。姑姑常说我做人不积极，太容易认命。不认命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一个人过不去，地球还不是每天一样，照样转。其实我没有打算要怎么样，我本来已经想通了。反正人活着，到最后还不是一个人。可是我很不甘心。喂，你要记住啊，你没有不正常。以前那些事不是你的错。跟你有相同遭遇的人也会觉得羞耻，觉得自己做错事，但那是不对的。该受惩罚的是那些做坏事的人啊。不是，是我的错，我有错。就是因为以前我没有站出来，才害到很多人像我一样受害。我看到那个人的过去，我看到很多小朋友。他们被欺负的时候，应该是像我当年一样那么的害怕，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保护自己。
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吗？有，当然有。虽然方法有点笨，但我相信老天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前段时间，我经历了一些事，我告诉自己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自己减少人生的遗憾。现在，我把这个愿望分你一半。不管是30年前，还是50年前的委屈，只要还活着，只要你还要讨回公道，我一定会照着你的。我不会加你工钱的哦。我就知道你吝啬。好了，赶快收拾心情吧，我们要打长期战的。什么长期战？关键词：知己知彼，只有完全了解他，才可以彻底打败他。还看什么看啊？开工啦！王老师是一个有恋童倾向、偷窥癖的画家。我打听过，这些年来他的画作都以小孩为主题。我推测，他对艺术的追求是透过持续侵犯孩童来得到创作灵感。有恋童癖的人不一定侵犯他人，犯案都是选择。一旦选择靠拢自己的阴暗面，就会透过操纵、凌辱小孩，得到性满足。执教30多年，从坚持绘画老师到开办自己的艺术坊。这个黄老师，他的圈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小孩子。你从这些资料看到什么关联了？好像都有关联。关键词：便利性。30年一直做同样一件事，便利性就变得很重要了。我还是不明白啊。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，你在他的记忆里看到的那些受害者，很有可能跟你一样，都是他的学生。小黄艺术坊提供了他需要的猎物，这就是便利性。哇，真的很变态。可是现在的父母对性教育都比较开放，现在的小朋友对性侵犯的认知比我们那个年代还强，他怎么可能瞒天过海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他现在还有没有对小孩下手，可能是减少了。他在女厕偷拍，很有可能是因为猎物减少了，填满不了他的欲望，所以他找另外一个方式满足自己。还有，我跟商场的旧同事打招呼了，他们说之后也没有看到新的摄像头，那个变态也没有再出现，可能是听到风声换了地方干案。我觉得我的力量真的很多余，看得到他的过去，却不能成为证据。你的力量让我们更了解他过往的种种行为。现在我们可以断定的就是，你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他还有对其他的小孩下手。你说的对，30年前的证据很难找，可是他现在偷拍和持续侵犯其他小朋友的证据未必找不到。也不容易，不过只要不要放弃，就一定有希望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没权利盘问学生和家人，最直接排查受害者的办法行不通。那怎么办？
有。2个方法，第一个，等他犯罪，虽然有点被动，不过比什么都不做强。跟踪了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发现呢。回家睡觉吧，明天再继续。你明天可以用聪明一点的方法嘛。钓大鱼呢是要有耐性的，这样就受不了，注定没海鲜吃啊。在路上不要睡觉啊，要不然你摔下来，我是不会还钱的。做好了。钓到大鱼喽！这何方面幼稚？吃不了苦怎么当侦探呢？以前我跟师傅出任务啊，我们试过一个案子跟上大半个月的，才受几天的折磨就半死不活的。你到底是不是他女儿啊？我本来就跟他不像。忙了这么多天，也不完全是没有收获啊，至少我们现在更了解他了。这东西有用吗？有，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生活轨迹推理他的犯罪行为的。你看，这个无亲无故的单身汉，生活作息规律，除了回艺术坊，社交圈子很小，接触最多的是谁啊？就是员工和小孩了。不过这2个员工见过我们，所以要从他们身上找到突破口，会有难度。生活规律会不会就是突破口？如果他不做平常做的事，那会不会？哎，有进步了，会推理了，我就奖励你，告诉你第2个方法。那这个地方白天有保安，24小时有监控，只要闯进去找出他的犯罪证据呢，会有难度。所以我们要换个方向去查，就是找出他在厕所偷拍的证据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告发他猥亵儿童，而且会很有说服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击，打垮他。他现在认得我们了，要接近他会更难的。我们见机行事吧。哎，出来了。嗯，戴着口罩。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，他也是戴着口罩。什么意思？可能是刚案前的小动作吧，怕被人认出。机会来了，走吧。他干嘛走走停停的？毫无目的的乱晃，到底在干什么？五哥，你没事吧？安哥，你 OK 吗？啊，爸，你爸。爸，我没事，有点喘而已。要去医院吗？谢谢你，不要不要，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拜拜。
谢谢。带去看医生啊！哎，人呢？应该走不远，快！自己等我，我进去看。先生，发生什么事吗？ Officer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发现有一个人，他进去厕所，就是他。警察先生，刚才我说的那2个就是他们2个，他们一直跟踪我，跟了我好久，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些什么。我们跟踪他，是因为我们怀疑他进厕所安装摄像头，他要偷拍人家上厕所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装摄像头的？之前在席地大厦有人在女厕安装针孔摄像机，我们怀疑是他。要求证很简单，查他的包包就知道了。如果包包里有针孔摄像机，他就没有办法抵赖。我没犯法，为什么要查我的包包呢？你心虚啊？先生，方便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袋子装了什么东西吗？好吧。不好意思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哎，你干嘛我？要 check 你的 bag。小姐，冷静。干嘛？小姐，是他。小姐，冷静。对不起啊，一场误会。别动手动脚的，我想他们2个有问题，我要报案。恶人先告状，明明做贼心虚，贼喊抓贼。摸是摸到了，但是看到那些有什么用？你看到东西啊？刚才为什么不说？看到他买拿什么有加鸡蛋有用吗？看到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干嘛啊？你以为我想要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吗？问题是啊，这种力量不受我控制。我这么深的话，早就变成千万富翁了。这个死人翻书糕，原来你没有中头奖，难怪你要抢我的家产。现在没有中，不代表以后我不会中。我现在在学习怎么用这个力量，我可是未来的千万富翁哦。不要做白日梦啦，穷鬼就踏实一点，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抓那个老变态，不然我扣你薪水了。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这是帮人的态度吗？我就让着你。死色鬼，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还敢大摇大摆走在太阳底下，他就不怕被晒成干尸？从第一天找上门到现在呢，他从来没有表示过慌张，这表示他心理素质非常强。So？在高压下可以保持冷静的罪犯，通常狡猾、善于欺瞒，人前人后2张脸。这个人啊，肯定不是一般的变态。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吗？以你的智商肯定输，但是以我的能力那就未必。说重点。他硬要说我们犯法，把我们送来警察局，那我们就让他如愿以偿，犯法吧？什么意思？猜？先说明犯法的事我不做，我不想比他先进去里面蹲。哎呦，不冒险要怎么钓大鱼嘞，小姐？我坚持奉公守法。那好，你坚持你的原则，我用我的方法。什么鬼方法？杀人还是放火？如果有问题，我自己会承担的啦。跟着我干嘛？他走掉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可
看表演喽。因为你很厉害呀、你不会觉得这样做很傻吗？安迪啊，这靠技术的，像你呢，就拿一个粉红气球到处走。我傻呢，是因为配合你这个猪队友。好像以前我。哎，喂，是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。还好你们飞的是小型无人机，不申请也不算犯法。不过侦探社还是有侦探社办案的规范。你呀，是警察，不要知法犯法。曾经是，现在不是了嘛？还是不能犯法啦。有什么事情好啦好啦，不要啰嗦啦。要报警啊！回去除暴安良啦。谁不想报警？我们就是没有证据，能怎么办？放弃吧。这么容易找证据，我这30多年就白活了。美术坊外面的风景好吗？蹲了那么多天，没晒伤吧？你早就知道我们跟踪你。对啊，公园也是我带你们去的。明天还玩吗？我想起你是谁了，还是小的时候比较可爱，尤其是不穿衣服的时候。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再说这种话，告你性骚扰。在警察局外面动手，你是咖啡没喝够吗？还是我的学生懂事？还看不够啊？滚啊！这个死人渣，报应来了。没事吧？别担心了，老天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，被我看到了。行动吧，去哪里？跟着我就是了。对呀、到处都是怪兽家长，小孩懂什么？还不是跟父母学的。这样，今天要吃什么？我们去一样地方啊。好吧，我们去一样地方吧。Hi Rex，又是你们 Rex，他们是谁啊？之前来美术坊闹事的。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来找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马上就认识了，我叫张和峰。不会知道你带依依去上黄老师特别班的事。什么特别班？你不知道是什么？没有，你先去吃吧，我待会去找你。
果你继续包庇黄老师，一旦证据确凿，你就是共犯。我不是共犯，我已经和黄老师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想要再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了，是他要挟我的。用一件错事掩饰另外一件错事，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尽头吗？对，有些事认错，或许还有机会让你从头来过。但是黄老师他是犯法，你帮他上了法庭，那叫认罪，不叫认错。你觉得法官会给你机会从头来过吗？我没有，我是被威胁的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哦，是吗？那就要看你还有没有良知。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帮你澄清。怎么合作？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啊？还要一层层上锁，给我点时间了。会不会的？都等了30多年，不差这几分钟吧？潘书高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？要卖关子嘞？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那天在警局呢，我碰到那个姓黄的，我看到了老天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。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再说这种话，告你性骚扰。那个叫依依的小女孩不太听话，在上我特别班的时候闹事，你帮我辅导辅导她，让她别乱说话。黄老师，我真的不想再做这种事了。我每次想到这些小孩的脸，我晚上都睡不着。你压力太大了，请几天假，好好的休息吧。不是，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了，我良心过意不去。你和学生妈妈偷偷摸摸做那件事的时候，有想起良心吗？别自己吓自己。你不说，小孩不说，你做的事情我也不说，有没有良心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可是这样做是犯法的。不是吧？上次回头看到那些罗马炸弹，这次随便看到重点，中马票都没那么准啊！天才就是天才，像我这样的天才呢，已经慢慢学会运用我身上的力量了。真的假的 ？OK。我就show me，是不是这样？ Show you the way。哼，天才，你们两位到底在聊什么？什么拿西勒玛的神秘力量，然后那个气球会中马票啊？哎呀，张东风几岁了？还玩什么气球？也都喂，阿弟啊！听说这个气球是从你背里面拿出来的，你才有小心！两位，如果你们要打情骂俏，可以不要让我做电灯泡吗？
要不是这个储存网呢有这么多密码，我们也不会花钱来请你啦，做你的工啊。就是喽。要不然让你绝子绝孙。干嘛？解了。好啦，哇，这么变态啊！上厕所有这么好看的？有了这些证据，他逃不了了。哦哦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干嘛？这个档案有恶意病毒，我触发了，它正在自动删除。啊！删除，那怎么办？看我的吧。你不用太担心。曾经有过先例，受害者成功讨回被骗子骗走的钱。谢谢你啊，我这次真的遇到贵人了。你介绍我的侦探社负责人也很友善呢，案子过了还常常去我家。你们还有保持联系？有啊，他跟我妈妈也很谈得来。现在想想，丢了钱，多了几个朋友陪我妈妈，也不算亏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赞助你调查相亲网的事。你放心，你交代过不能讲，我就没有在侦探社那边提过。那好吧，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记得再联络我。谢谢你。那我不打扰你，我先走啊。啊，我送你。给。他们相处得很好，泡泡爸不小心跟顾月新透露是我们社的局。明天新闻头条帮我安排安排。好。母女被骗走毕生积蓄，双双服毒自杀。怪就怪他们喜欢乱交朋友，我的计划不能出现绊脚石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很乐意花时间等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朋友。请坐。谢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你今天约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可以帮上忙吗？别着急，你先尝一口我特地给你准备的红酒。谢谢。Cheers。Cheers。好久。I know